Hello， 大家好。美联储今天再次加息25个基点，这是本轮加息周期的第11次加息。本次加息后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升至 5.25% 至 5.5%。美联储在公告中表示，最近的指标表明经济活动一直在以温和的速度扩张。最近几个月就业增长强劲，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，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。美国银行体系健全且富有弹性，为了实现 2% 的通胀目标，他们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 5.25% 至 5.5%， 继续评估更多信息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。今天美联储加息后，加拿大和美国的利率差又恢复到50个基点，这给加拿大央行9月份的议息会议带来压力，他们可能不得不再次加息以缩小利率差距。根据加拿大央行今天公布的会议纪要，他们在上次会议上讨论了推迟加息的问题，但会议共识是推迟行动的成本大于等待的好处。会议记录还显示，加拿大央行不想做超出他们必须做的事情，也就是他们只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。所以事实也证明，他们只是被美联储牵着鼻子走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加拿大央行要不要进一步加息，自己说了不算，而是美联储说了算。而且通胀问题历来不是加拿大央行加息考虑的首要问题。特鲁多政府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通胀问题？根本没有。现在很多人都盼着加拿大央行能够尽早降息。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， 32% 的受访者表示，央行应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当前 5% 的水平，并允许经济放缓，以期待进一步降低通胀。 36% 的受访者表示，加拿大央行继续加息是错误的决定，他们应该降息。还有 11% 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希望看到利率上升。其余的人则表示，自己也不确定怎么做是正确的。有 59% 的受访者表示，加息对他们的个人财务产生负面影响。1/3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预计加息将带来重大挑战。10% 的人表示，由于加息，他们的财务状况会发生积极的变化，这可能是最近 GIC 利率比较高的。总体上来说，大多数人预计加息会对他们的钱包产生负面影响。超过1/3的抵押贷款持有人表示，他们已经遇到还款困难。其中 89% 的人表示，随着最近一次加息，还款将变得更加困难。51%的抵押贷款持有人表示，他们的还款目前是可控的。但是这一群体中有 60% 的人表示，上次加息对他们的可控局面产生了负面影响。租房者也报告了与加息相关的资金担忧。45%的租房者表示，支付租金有困难。其中 63% 的人表示，他们预计随着利率上升，他们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糟。前段时间，加拿大房产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供应短缺问题。不光加拿大，美国也是如此。虽然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住房市场都存在供应短缺问题，但是美国的供应短缺又不同于加拿大的供应短缺。美国的供应短缺是因为房主为了保住原来的低利率，而且呢，他们只要不卖房就能保住原来的低利率。因为美国的抵押贷款合同期限一般为15到30年。美国抵押贷款数据服务商黑骑士公司的数据显示，超过 40% 的美国抵押贷款来自2020和2021年，当时疫情把借贷成本推至历史最低点，这引发了再融资热潮。而加拿大的供应短缺，则是因为很多本来需要卖房的人现在选择死扛，他们希望扛到市场复苏的时候，自己的房子能够卖一个好的价格。而且加拿大房主不论是否卖房，都无法保住原来的低利率，因为加拿大的抵押贷款合同期限一般为1到5年，抵押贷款合同一旦到期，他们就必须更新贷款利率，所以加拿大房产市场的供应短缺局面坚持不了太长时间。尤其是对于那些持有多套房产的高杠杆投资者来说，除了抛售，他们别无退路。过去人们都害怕错过好的买房机会，所以恐慌营销总是能带来好的效果。如今呢，这种恐慌情绪已经消失，而且很难被再煽乎起来。最近有很多机构都使尽了浑身解数，恫吓韭菜们，再不出手，房子就要涨价了。房产市场照样还是一片萧条。
当然，这可能不是因为韭菜们学聪明了，而是他们实在接不起盘了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5月份家庭借贷总额增长了 0.2%， 年化增长率为 2%， 这是自2011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。现在各个房产市场的房屋交易量都在迅速下降，房屋供应量也在快速增长之中。这充分说明加拿大根本不存在住房短缺问题，只存在投资过热问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